2025年6月13日深夜，以色列空军的战机呼啸而过，代号雄狮行动的大规模空袭瞬间点燃了整个中东。100多处伊朗军事设施在爆炸中化为废墟，包括那些神秘的核设施纳坦兹、福尔多，还有伊斯法罕的铀浓缩工厂。数百枚炸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，至少78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中丧生。然而，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这场空袭本身，而是伊朗的反应。仅仅几个小时后，伊朗启动了真实承诺3号行动，150多枚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铺天盖地地飞向以色列。但是，这里有个奇怪的细节，伊朗在发动攻击之前，竟然提前通知了美国。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，演员们各就各位，剧本早已写好，连结局都提前预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2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玩起这种君子之争？要理解这个看似荒诞的现象，我们必须回到故事的源头。这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，而是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复杂游戏，一个关于现代化与传统、进步与保守、开放与封闭的终极较量。从时髦女郎到黑色面纱，伊朗是如何一夜之间倒退40年的？如果你看过1970年代的伊朗照片，你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德黑兰街头的女性穿着时髦的西式裙装，留着波浪卷发，涂着鲜艳的口红，看起来就像巴黎或纽约的时尚女郎。那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正在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化改革，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，妇女获得了选举权，教育体系全面西化，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。现代化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，但其实它包含了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：市场经济、科技创新、思想自由、男女平等、教育普及、民主政治。这些看似分散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。没有市场经济，就不会有眼花缭乱的科技创新，因为创新没有经济回报；没有思想自由，就不会有文化繁荣；没有妇女解放，就既不会有高水平教育，也不会有发达的经济，因为你等于浪费了1半的人力资源。但是，现代化的脚步并不总是均匀的。巴列维的改革虽然让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，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民众却感到被遗忘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掌握宗教权威的伊斯兰教士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如果人们都接受了世俗化的现代教育，谁还会听他们的？1979年，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，伊斯兰革命爆发了。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，年迈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，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。那些曾经穿着时髦裙装的女性，现在必须用黑色的头巾和长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这个转变有多彻底？2022年，一个叫玛莎·阿米尼的22岁女孩，仅仅因为头巾没有戴好，就被道德警察逮捕，并在拘留期间被殴打致死。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，但也暴露了伊朗神权统治的残酷现实。石油诅咒，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拒绝进步？但这里有个问题，既然现代化对国家发展有那么多好处，为什么伊朗的统治者要如此顽固地抵制它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有石油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个经济学概念，叫做资源诅咒。当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特别是石油时，政府可以通过出售资源获得大量收入，而不需要依赖民众的税收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权力关系，不是民众养活政府，而是政府养活民众。在正常的现代国家里，政府的钱来自民众的税收，所以政府必须对民众负责。你不满意政府的表现，下次选举就可以把他们选下台。但在石油国家里，政府有了独立的收入来源，就可以对民众说话特别硬气，是我给你们发福利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卡塔尔就是这种模式的极端例子。
这个小国的公民不需要工作，不需要交税，政府直接发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民众除了感恩还能说什么呢？但是石油收入只是抵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，不是充分条件。你还需要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来压制民众对现代化的渴望。对伊朗来说，这个意识形态就是极端的伊斯兰教义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。身份政治的陷阱，当宗教荣誉感变成政治工具。伊朗的统治者很聪明，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人们的身份认同。他们对民众说，我们是骄傲的波斯人，是纯洁的什叶派穆斯林，西方的那一套都是对我们文化的腐蚀和羞辱。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，拒绝外来的影响。这种身份政治有着强大的感召力，特别是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感到迷茫和失落的民众。但问题是，身份政治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。首先，你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纯洁性和强大。这就是为什么独裁政权都要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攻击性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打仗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国内民众展示自己的强势。其次，身份政治很容易走向极端。伊朗在伊斯兰世界里属于什叶派，而周边国家大多是逊尼派。这两个教派有着千年的恩怨，势同水火。所以，伊朗要维护自己的宗教荣誉感，就不能只跟以色列作对，还要跟所有逊尼派国家作对。但是，伊朗又不能真的四处出击。一方面，国力不允许；另一方面，真打起来很可能暴露自己的虚弱。怎么办？答案就是代理人战争。代理人战争，一场省钱省力的暴力外包。代理人战争听起来很专业，其实概念很简单，我不直接跟你打，但我资助和指挥别人跟你打。对伊朗来说，这些别人就是哈马斯、真主党、胡塞武装等各种武装组织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种策略有几个明显的好处。首先，伊朗始终掌握主动权，代理人打赢了是我指挥的好，打败了是你们自己不争气，跟我没关系。其次，伊朗获得了重要的谈判筹码，以色列也好，美国也好，想要中东稳定就必须跟我谈判，因为那些武装组织只听我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种方式非常便宜。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高层确实从伊朗得到了数亿美元的资助，但相比于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成本，这点钱简直微不足道。而且，这些代理人组织的成员大多来自贫困地区，本来就对现状不满，再加上宗教狂热，确实悍不畏死。但是，这种微妙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。特别是当美国和以色列开始使用斩首战术，用高精度武器定点清除武装组织高层的时候，精确打击的困局，当老大哥的马仔被人点名。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，你是黑社会老大，手下有很多小弟帮你做事。突然有一天，对手开始专门狙击你的得力干将，而且手法极其精准，今天干掉你的军师，明天干掉你的打手头子。如果你不为小弟们报仇，以后谁还敢为你卖命？但如果你亲自出马，万一打不过怎么办？这就是伊朗面临的困境。2020年1月，美国用无人机击杀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，这个人被称为伊朗的影子将军，负责协调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。2024年4月，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的伊朗使馆，炸死了另一名圣城旅指挥官。面对这种精确的斩首行动，伊朗不能不反应。但伊朗的反应非常有意思，每次报复都是大张旗鼓地发射导弹，但攻击前都会提前通知美国，相当于间接通知以色列，
而且主要攻击军事目标，尽量避免造成人员伤亡。这就是所谓的表演式报复。伊朗的真实意图不是要打赢这场战争，而是要向国内民众和代理人组织证明，我们没有忘记你们，我们会为死去的同志报仇。但同时，他们又不想把事情搞大，因为真打起来，伊朗很可能吃不消。内塔尼亚胡的算盘，为什么这次不愿意息事宁人？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伊朗表演式报复之后，以色列通常会选择适可而止。毕竟大家都知道这是做戏，何必当真呢？但是这一次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选择了不依不饶。内塔尼亚胡甚至直接对伊朗人民发表电视讲话，说：我们犹太人和你们波斯人都是伟大的民族，我们本来可以友好相处。我的目标不是伊朗人民，而是压迫你们的政权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示好，但实际上是一记重拳。内塔尼亚胡在做什么？他在撕掉伊朗政府精心维护的面具，直接向伊朗民众展示，你们的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不惜让你们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。这种策略的威力在于，它击中了伊朗神权统治的要害。伊朗政府一直宣称自己代表伊朗人民的利益，抵抗外来侵略。但如果外界明确表示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，我们只是你们政府的敌人，那么这个叙事就开始崩塌了。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，为什么保守力量注定失败？这场冲突的结果其实早已注定，不是因为军事实力的对比，而是因为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。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，也不是某种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的文化套餐，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。科技创新、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，这些都不是某个民族或文化的专属品，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成就。更重要的是，现代化是一个需要政治稳定的力量。现代经济依赖自由贸易，而自由贸易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抵抗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却天然地蕴含着不稳定的基因，他们需要通过制造外部敌人和内部紧张来维护统治，这与现代世界对稳定的需求是根本冲突的。即使在严厉的制裁和政治压迫下，伊朗的潜力依然在闪闪发光。伊朗电影在21世纪获得了2次奥斯卡奖，伊朗每年发表超过5万篇科研论文，伊朗的科学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伊朗人民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和智慧，他们完全有能力拥抱现代化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伊朗人民，而在于那个阻挡他们前进步伐的政治体制。战火的真正起源，当思想被封锁，冲突就不可避免。最深层的战争不是导弹和炸弹造成的，而是当一个社会选择封闭思想，拒绝进步时就已经开始了。当政府告诉人民外面的世界都是敌人，当教育变成洗脑工具，当质疑成为犯罪，真正的战争就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打响了。伊朗的悲剧在于，一个拥有灿烂文明和智慧人民的国家，被迫困在一个过时的政治制度中。这个制度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，不惜让整个国家承受孤立和制裁的代价，让年轻人为了一块头巾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，无论伊朗的统治者如何努力，他们都无法永远阻挡现代化的步伐。因为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和制度的进步，更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这种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彻底消灭的。当导弹在夜空中划过，当爆炸声响彻中东大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，更是2种历史力量的最后较量。一边是代表进步、开放、包容的现代化力量，另一边是代表保守、封闭、专制的传统势力。最终的胜利者已经没有悬念。问题只是，这个过程还要持续多久，还要付出多少代价？愿所有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人们早日见到光明。
愿那些渴望自由和进步的心灵，不再被恐惧和仇恨所束缚。愿这个世界最终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，选择开放而不是封闭，选择希望而不是绝望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